什么是能源呢？能源指的是能量的来源。以往人们就懂得利用本身的体力、受力以及大自然的太阳、风力、水力等去产生能量。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开始将煤、石油、天然气转化成热能、电能和机械能，替人类创造更舒适的生活。那产生出来的能量有哪些呢？除了刚刚说到的热能、电能、机械能外，还有化学能、核能、辐射能，这些能量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而根据能量的来源，可以简单分成初级能源和次级能源。初级能源是指天然形成可以直接使用的能源，初级能源可再分成非再生能源与再生能源。其中，非再生能源是指来源有限的能源，经开采使用后，资源也就逐渐枯竭。例如可用来产生核能的铀矿以及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化石燃料是目前人类主要仰赖的能源，占我国能源供应的80%以上，包括有煤、石油、天然气等。这些化石燃料是千百万年前的微生物或动植物残骸，经过长期高温高压的作用下所产生，而植物多半形成煤，动物多半形成石油及天然气。据推估，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石油形成的时期刚好是侏罗纪时期恐龙的残骸。化石燃料燃烧时的各种气体与固体废物会造成温室效应，而发电时的余热会造成环境污染。另外，目前产生核能的技术是使用核分裂，指的是重元素如铀、钚等受到中子撞击时，会分裂成为2个质量较轻的元素，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同时产生2至3个中子，形成连锁反应。核分裂可以由很少量的燃料生成庞大的能量，如1公克的铀235完全分裂后，所产生的能量转成电能，可以看23万小时100瓦特的电视。相较于煤或石油的优点是无空气污染、无漏油等问题，但它的缺点是存在放射性污染、核废料处理的问题。接着是再生能源，是指来源不予匮乏的能源，如太阳能、风力能、水力能、海洋能、生质能等。其中，太阳能是一种透过光电半导体薄片，将太阳传递的光能转换成电能加以利用。尽管需要大面积来安装太阳能板，也会受限于天气而影响发电效率，却对环境较无污染，近期逐渐受到重视。而风力能则是借由风力推动风车叶片，带动发电机发电。虽然不会排放温室气体和污染物，但是有气候和地区限制，也会对鸟类生态造成影响。再来是水力发电，利用水位落差的能量以带动涡轮机而启动发电机来产生电力，较无污染。不过建立水库费用高，也容易破坏河流生态，而且受降雨及水量多寡影响发电效果，甚至枯水期时完全无法发电。因此水力发电无法有效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此外，目前海洋能源的利用包括潮汐发电、波浪发电、洋流发电、海洋温差发电等。海水变化有规律，易于掌握，但发电成本较其他发电方式高，而且海水对水中的发电设备有腐蚀作用。最后是生质能，是指有机物经自然或人为化学反应后，作为能源加以应用。例如，牲畜粪便、农作物残渣及城市垃圾等废弃物，皆可直接燃烧作为能源，或由微生物的厌氧分解反应而产生沼气后再应用。生质能的优点是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硫量是燃煤所排放的1/10，但缺点为热效率低且体积大，不易于收集及运输。而次级能源和初级能源不同，不是直接取自自然界，是由初级资源加工转换后得到。
例如石油裂解后的汽油。像这样需要经过转换的物质，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转换损耗。目前全球能源消耗情形前3名依序为石油、煤、天然气，核能发电与水力发电则并列第4名。目前人类大部分的能源都是依赖燃烧化石燃料以及核能发电。不幸的是，化石燃料和核能都是属于非再生能源。世界的石油将呈现短缺，煤矿和天然气之后将不再充裕，全球核能发电厂所需的铀矿也将面临不足的窘境。像这样的非再生能源一旦使用后，资源也就逐渐枯竭。人类长久以来大量享受廉价的能源所带来的便利生活，然而依照化石燃料可采年数及人类使用的速度来看，能源很快就会耗尽了。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没电、没有石油，我们的生活会有多巨大的改变？手机和电脑等所有行动装置无法使用，汽车、捷运、飞机等许多的交通工具都无法搭乘，这些我们习以为常能源所带来的便利都会消失。那样的生活会有多恐怖？为了延长能源的使用年限以及减少对环境的冲击，节约能源和发展其他替代能源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养成良好习惯开始做起。以下提供一些日常生活中能够随手爱护地球的好习惯，如随手关灯、使用省电灯泡、冷气设定在25到28度并使用循环扇，以及应定期清除冷气过滤网的灰尘。外出时也可将电器的主电源关闭或将插头拔掉。另外，也可以选择购买有节能标章的电器，这些是我国的节能标章。今天认识了从自然取得的初级能源及需要经过转换的次级能源，而初级能源又可分成无法重复使用的非再生能源和取之不尽的再生能源。动动脑，让日常生活更美好。想问大家有没有更多节省能源的方法呢？一起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吧！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